自称是从2060年来的，叫做 KFK 的时间旅行者，在2019年的时候透露了大量未来40年的信息。下面是他在豆瓣上的部分留言。说起来，川普对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兴起第二次冷战。一、日本福岛辐射这些年带来些什么影响？二、做过近视手术的人，2060年还好吗？一、日本会有更大的地震，不得不迁都。二、在20-30年代，智能眼镜植入眼球，改变了生活。你会爱上2019年的人吗？我的太太就是2019年出生的。我想问，豆瓣还在吗？2060年不存在，但数据还在。请问中国什么时间能同性恋合法化？全球战争的同一年。第二次冷战中国输了吗？持续了30年。精神病是怎么回事？5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精神只是一个器具，容易受到各个律的影响，这是一大发现。美国在那个时候居住生活环境还好吗？还是不是第一大国？美国是战前最后一个帝国，欧盟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东方的另外一股势力。能告诉我现在行情适合炒股吗？在我的年轻时代，全球股市在一个小市里全部失去意义。2060年，请问你们湾湾什么时候被收复？我出生在上海。未来哪些行业发展更好？大家还喝奶茶吗？火锅你们还吃吗？明星还受追捧吗？哪个城市发展最好？有些奶茶是奢侈品，火锅2048年之前经常吃。你是台湾人吗？为什么打繁体字？我出生在上海。请问马航 MH370 最后找到了吗？会在不久的将来由第三方国家解密。也就是说明年房子就便宜了。我不太关心房子，只能说明一个印象。总之到了20年代，房子就开始不值钱。最流行的全息游戏叫什么？是什么类型？简称 OS 怀旧主题。OS 全称是什么？哪个公司生产的？ EA 还在吗？暴雪发展如何？难道程序员不知道 OS 代表 Operating System 吗？哪个 PM 通过的这个名字？ PM 在那个时候还需要考证上岗吗？中国的巨头游戏公司开发的 EA、暴雪都转型做交互游戏。未来还用智能手机吗？不然你是从哪里找到了一部智能手机？还有为啥要用繁体字啊？时间旅行的交流机制很难跟过去的你解释，繁体只是一个语言的勾选。第3次世界大战打了吗？打过了。以后还有婚姻制度吗？可以娶几个老婆？中东地区仍然延续这一制度的实行。请问你想对2019年的人提出什么善意的提醒？如果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我会在2019年12月31日最后一天离去，与你们一同见证这即将发生的事。2020到2030年会过得很辛苦吗？有的国家是。现在学小语种还有意义吗？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比较有意义。你的穿越已经改变了未来了吗？所以我们拥有的不是同一个未来，对吗？我的形态和你理解的穿越并不太一样，所以我不会改变未来，并且不是有人真的相信我，但我会在这里提醒我想提醒的那个人，直到几十年后对他造成影响。你是来传教的吗？不是。你的穿越也是平行宇宙那一理论吗？如果说你不会造成改变，未来有平行宇宙吗？并没有平行宇宙，只有时间观察者。楼主，很高兴能和你相遇在豆瓣，我相信看见这个帖子，就相信这不是平凡的一天。很荣幸能和您一起见证不平凡的2019年的下半场。有几个问题想和您一起探讨：一、2060年物质匮乏、犬儒主义、愤世嫉俗是否大行其道？2、2060年人类更注重内在探索和人和宇宙的关系，这和很多宗教的内在哲学不约而同。这是否意味着宗教的创建者也有很大可能是时间的旅行者？3、2060年人类已经能够太空探险，那么是否发展太空资源以解决人类物质资源匮乏的局面？做一个物质资源掠夺者的发展方向如何？
2060年的人们变得充满敬畏，对眼所不见的世界有更多探索。物质在近1000年来最被轻视。中国在第3次世界大战处于什么位置？是否有战队？中国会与美国、欧盟、以色列对抗，与中东印度联盟。从5G 到7G 用了29年。是的，在后的比在前的复杂。猫狗宠物和其他动物，你们那个年代还存在吗？继续存在，但动物和人关系有质的变化。游戏开源拿什么编程语言写的？你们上学的时候考的语言是什么？是哪个公司开发的交互游戏？他们以什么技术为根基？交互游戏是以打印技术演进科学，机器人制定为3大根基。在2019年大行其道的量子力学，在2060年还属于科学吗？还是已经被推翻了？观察者问题在2049年解决了，时间存在的意义被解决了。时光旅行这么久，最喜欢哪个年代？就是2019年，这是美好的一年。动物和人质的改变，你能具体说说吗？是动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吗？关于宠物保护法有了吗？无端杀害猫狗等行为算是违法了吗？人与动物和平相处，动物之间也是如此。牛顿预言2060年是世界末日，您来自2060年，是不是206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您以时间旅行者的身份穿越回2019年来？我的理解并不叫世界末日，而是进入另一个阶段。1. 未来加拿大和俄国的关系如何？想去留学。2. 自动驾驶大概哪一年普及的呢？是不是不用考驾照了？3. 你们那个年代有什么新词或者时髦的网络用语啊？感谢楼主回答。2个不同阵营。2. 自动驾驶在中国最终不是成功的实验。俄罗斯呢？表面中立。与中东印度联盟的话，中东的宗教问题对中国有没有影响？日朝韩飞越呢？朝鲜不久会有变动。楼主你好，欢迎来到2019。我想问问，在你那个年代，心理学是否还流行？它不解决心理问题。您是哪个国家的人？我出生在中国上海，2048年以后移居澳洲。冷冻尸体然后复活是否成真？没有听过。你移民澳洲之前的上海怎么样？一如既往的全球经济中心吗？一直是中国最好的城市。请问纸质书是否彻底消失？如果消失了，是什么年代呢？纸质书没有彻底消失，但不再普及，是作为收藏品和拍卖品。楼主，从2019年离开以后，你留下的一切痕迹，包括这个帖子，会不会消失呢？信息不会消失，但我会消失。请问在20到30年代转行就业事宜且能拿到最大红利的行业是什么？20年代中后期从事生机农业，我印象中从事生机农业生产者的亲戚都很富有。可以不去上班在家工作吗？只需要眼球进行植入，可以实现很多工作吗？不需要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在家办公。20年代就有很多行业都实现了。上海在20年代还安全吗？2048年之前都算安全。从2060年回望过去是什么样的体验？是会觉得像民国一样，还是觉得像原始人一样遥远？你们在2019年关心的事，在将来都不会再关心。你们在2019年发恼的事，在将来都不会再烦恼。你们在2019年认为的事，在将来都不这么认为。中国女排东京奥运会夺冠了吗？东京奥运会有事故会发生。中国出现女主席了吗？如果你问的是国家元首，并没有，但其他组织的女主席是有的。2060年，地球还会受到光明会的控制吗？光明会露出他们的真面目了吗？他们的高层是外星人吗？我生活的年代没有听说过光明会控制地球这件事。日本还存在吗？存在，但失去一半。下一个经济危机是哪一年？中国的虎年。2048年以后，全球范围内的宗教是什么状态？皈依。楼主，请问你几个问题：
一、2030年夏季奥运会是哪个国家举办的？二、台湾的下一届领导人是谁？一、雅加达。二、如果你问2020年和上一届同一个人。你们探寻了人死以后的奥秘了吗？是的。在你们那个年代，有发现造物主的存在吗？是的。战争都是因何而起的呢？宗教与文明的冲突。请问心理学是转向何处？研究脑科学吗？还是意识？比心理学层面更深的灵学。请问一下，您现在是以数据的形式存在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你那个时候的人平均寿命是多少？因为把全球战争地震因素纳入，比现在要低得多。我看到有人说，在未来30年，亚洲除了日本和台湾，其他城市会在一夜中消失，非洲也会全部消失，地球上只剩下白种人来维持地球新秩序。所以听你这么说，中国在未来还会存在吗？存在。楼主可能休息去了都不回，没想到类似数据存在的楼主还需要休息。对于暴力之气的发文，我会如同鸽子一样飞离。请问对精神层面的提升具体是指什么？俗称临界。洪水爆发生在未来的哪一年？未来不会有洪水，但会有热浪及极端高温的苦难。认真的问，正在纠结北京、上海还是新西兰，未来哪个城市好一点？新西兰会有强震，上海好一点。请问阿尔兹海默症有了解吗？什么时候被攻克？战争之后记忆并不会遗忘，只是被封存了。2020年的中国会统一台湾吗？不会。你可知道你在发表这些言论会直接影响到一些看帖人的前途和命运？举头三尺有神明，造口业是会遭报应的。你猜你这帖子会积攒多少口业？放心吧，全部都会记在你的名下，一个一个报应给你。你的理论来自佛教，在2049年人们会发现那些都是智慧的谎言。请问中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在沿海吗？不在中国本土，在三大洲交界。我妹妹今年刚刚出生，从你的角度来，对他们这一代人提出一些成长有益的忠告吧。保持善良，在未来人的内心品质会决定命运。或者你喜欢作家卡夫卡吗？在50年代，我们对3412星球的认识超过这个作家本身。中国从2019年开始明显走下坡路吗？走民族主义路线。你长得和我们一样吗？一样。楼主能讲讲时空穿梭的原理吗？在物质范围里无法领会，并不是肉身的穿梭，是讯息意识 Rehma Spirit 的这个传输。楼主，上海全面垃圾分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没有人异议，全民自发参与吗？我出生的时候就有垃圾分类。我有一个问题，你目前状态需要睡觉进食吗？还是可以24小时在线的那种状态？我跟随2个星期的阴影行动。那请问楼主，全世界哪些地方适合定居呢？北欧、挪威、丹麦、芬兰、瑞典，那一块适合吗？谢谢。欧洲将是战争发源地。你的名字 KFK 是你全名的缩写吗？不是30年代以后，中国4个字的名字开始盛行。那再请问，全世界有哪些地方适合生存？西澳如何？我没有什么大梦想，只想尽自己所能，让家人平安。西澳相对稳定。如果我现在杀了你的父母，你还会在明年出生吗？纯粹是一个哲学问题，你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智慧的谎言，以及之前提到的万有归一、精神物质，这是很本源的生命状态，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从目前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来看，很难在2060年实现，除非有精神层面的大变革。有些好奇，战争会怎么带来精神的变革？极端环境使人谦卑。战争的形式是短兵相接、炮火纷争吗？还是说更倾向于数据模拟那一类？尸首成堆，血流成河。我也想问，是否可以理解为从我们定义的文学、绘画、雕塑、电影、游戏这些以物质形式或符号存在的形式交互系统形式存在的艺术形式，在你们所在的未来成了内在发展关联的桥
或者通道。它们可以成为影子的影子。那么内心的善良、勇气、爱、美，它们是否可以被归纳到影子？不是，越不可见越趋向于实体，如善良的品质、柔软的内心。有读心术吗？2060年以后，人心赤裸，无需解读。你现在用什么豆瓣论坛的？手机的话，什么款？30年代手机会成为历史。你怎么用繁体字？是从台湾来的吗？我和台湾没有关系。2020年至2048年间，我生活在上海，其次是昆山、湖州、宁波。2048年至2060年，我生活在澳洲。使用繁体字只是一种旅行的选项，这样可以避免信息引起注意，被迫离开这里。手机成为历史，那楼主你们在未来代替手机的功能是什么？最早称之为物联，后来是芯片植入。楼主，你是文科生吗？30年代不再文理分科。我嫁给吴亦凡了吗？这个明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存在过，上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热点新闻。哦，你是不是轮子？一边神神叨叨，一边说宗教文明冲突，一边又说佛教是智慧的谎言，忘不了轮子的自焚。不是，你说的是邪教。那你为什么会有台湾人的用词习惯啊？未来东亚文化上有高度融合，可能你们不习惯，但你们的后辈如果在大城市生活的话，都会这样讲话。轮子里都知道，现在的小孩都没几个人知道了。会一直存在到2048年。不错，我也想问，从未来回看，对当下的年轻人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啊？保持善良的品质和敬畏之心。面对我们对你的质疑，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楼主，你说你想提醒一个人，还说的那么玄乎，是不是想吸引一些人私信你，然后骗他们做不好的事儿？这样的骗局我见过不少，可能冒犯到你，但我觉得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别人比较好。我只是在这里留下痕迹。你现在的数据状态是全知全能吗？还是知道网络连接的每一件事儿？没有人可以全知全能，我们只是进入了另一个感知的领域。人在物质束缚之下无法领会，人脱离束缚就会明白一切。你不回答一些问题，是因为别人不礼貌吗？和礼貌无关，我只回答可以回答的问题。2060年还有新浪微博吗？没有。日本迁都到哪里去了？日本会迁都冈山。楼主，我是今年高考的，明天就要出成绩了，我现在处于一种看不到未来、很迷茫的状态，很是沮丧，感觉生活都没有希望了。好好生活，生活在20年代的世纪初，会面临最特别的人生。时间并非没有意义。欧洲发展怎么样了？因为中东宗教的渗入，整个显得软弱无力，直到一个强盛的人出现，战乱也因他而起，也到他为止，世界因此震动，一切改变。来自未来的你能看透我们的心吗？可以，包括你的焦虑、忧伤、空洞、烦恼、烦躁、愤怒、怀疑、无知、悖逆、无奈、无助、惊恐。请问过几天 G20 峰会后，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按照您之前所说的第二次冷战，日本、韩国会与中国呈现什么样的关系？日韩表面中立。您说欧洲会有危险，请问2020年到2021年适合去英国留学吗？或者说日本留学会有危险吗？20年代的欧洲，特别是英国，相对安全。哇哦，那你怎么看我？好奇，虽然感觉这条留言不会被回复。自卑的另一面是对无知事物的不确定，这个性格特质是美好的。楼主，我想问：一，人口80亿减到53亿，主要是因为疾病还是战争啊？二，你所处的时代会有会计这个职业吗？回答：一都有，二不再叫会计。既然不想回答中医怎么样了，请问你能从我身上看到什么？容易被骗。又说南方边境会出事儿，又说云南贵州宜居，到底是什么意思？时间点不同。有个说法，哆啦 A 梦的作者实际上是个未来人，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创造了哆啦 A 梦这个形象作为自己的缩影，其中的道具都会在未来逐步实现，而且大雄等人则是几十年前的人们的缩影，这是否是事实？不是。法国的未来怎么样？
软弱。其实想问楼主，在30年代左右，小米这个公司发展如何？还存在吗？个人觉得它的产品不错，就是营销差劲。想知道摆脱了营销差劲的泥潭了吗？冷战是全面的，没有一个科技公司能逃避。一，请问你是通过科技时空旅行，还是神秘学方式？二，造物主是被人类发现的，还是自动现身的？他会与人类沟通吗？回答一、二者都有。二，我还不能说。说起来，川普对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兴起第2次冷战。还有100多个问题，我会在下周更新。如果您有任何不同的观点，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非常感谢。